大娘子请慢用。想不到竟有如此高手啊！这一手做茶的功夫，比我不知强多少倍。茶沫色白如雪，久久不散，真是好看。这是小老儿家的大闺女，因为早前在国公府上伺候过一些千金们，多少也学了点蠢笨的手艺。大娘子莫见笑。啊，那多大了？定亲了没有？哦，还没有，还小呢，也得些时日。你这大女儿生得伶俐清秀，那其他的几个，应该也都不差吧？要不叫出来一起看看？小老儿只有二女，次女年方8岁，淘气得很，整天猕猴一样山上山下的跑，见不得贵人。禀大娘子，都全了。正事儿来了。翠微，你按照名册上的名字，每人发1贯钱。家里有年旬60以上的老人，每一位多发300钱。是。大娘子，您这是？这大伙儿都辛苦了，如今这庄子兴了故了，我头一次来，略给大家来点赏钱，也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。叫什么名字？王生。3贯。来，这给你们的。真给吗？真给，真给。来，拿好了啊，拿着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来下一个。来，一户一户来。谢谢。谢谢啊。黑山庄在册田地共有62顷，登记在册的佃农33户。徒儿哥哥带人细细丈量了一遍，发现土地多出了960亩，佃户的数目也对不上。大约是有多出来的吧？大娘子猜得准。发钱时有大概4、5个人来领钱，可他们的名字都不在名册上，却口口声声说是黑山庄的人。我按照您事先吩咐的，并没有为难他们，把钱都发了，他们才走的。你们在田间的时候，就没有人跟你们私下说几句吗？有。哦，有人来告徒儿哥哥，说是那8老夫并几个管事的，都在外面私置了田产，登记在亲戚名下。那些多出来的田地和佃货，应该是隐瞒不报的，每年的收成也都进了他们几个的腰包。若不是先准备了这1筐钱，也钓不出后面那么多条大鱼来。大娘子，8老夫带了几个管事的前来求见，说是来请罪的。叫上来吧。几位，里面请。小人们知错了，请大娘子开恩。你们是罪臣家奴出身，当初国公府被抄时，同你们一般的早就被叫发卖了。你们是随着庄子赏赐下来的，
如今国公府已经被抄干净了，你们倒是藏了许多家私，还想合起伙来蒙骗我，果是好奴才。都是小人们被朱由蒙了眼，小人们知道错了，盼大娘子开恩呐！我马上就让他们把外面的田庄给卖了，银钱充公。住口！难道大娘子是贪图你们几个钱吗？罢了，你们照看庄子田地，也是积年累月的辛苦，就是有点积蓄也算不了什么。不过隐瞒庄上的田亩，私蓄佃户，这可是犯了家规的。若就这么算了，那以后人人如此，那顾家岂非乱套？你们且先下去吧，等我盘查完果园庄之后，同咱们将军细细商量，再做发落。奴婢来之前已经提前打探清楚了，这古岩庄与黑山庄又不同。古岩庄是多年前就被查抄的罪臣家产，归入皇庄亦已10来年了。这块产业为御派的管庄太监掌理，皇字当头，庄里不论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是少有人过问的。这古岩庄的水，怕是更深了。大娘子，只怕咱们在黑山庄使的那一招不大管用了。咱们在黑山庄折腾了好几天，怕是消息早就传出去了。这套方法肯定不行，得再换个法子才行。咱们队伍里好像少了几个，别是走丢了。又不是荒山野岭的，怎么能走丢？是我叫了几个机灵的，打扮成货郎，去佃户家里打探消息去了。咱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，必定会被防得滴水不漏。干脆就竖个杆子在那儿，任凭那些庄头管事的来纠缠，实则咱们背地里早就派人去打探消息，怎么着也能摸出个底细来。什么人？大娘子庄恩。大娘子庄恩。不敢不敢，快起来吧。听说吴管事是宫中吴内官的族亲，失敬失敬。小人岂敢，不过是9拐18弯的亲戚，占着个名头，好混口饭吃。那等我们查过田产账目之后，再好好叙叙家常吧。这几个是分管田地、果园、山林、佃户人口的管事，大娘子有什么尽管问他们。但凡庄内之事，他们无一不晓，管保是问不倒的。榆林册以及账本及文契均已备好在庄上，等候大娘子过目。若有缺失，也可着人立即补齐。这一看就是准备好了假的账，不怕查。日后你管账，不要放着这手。不急不急，我查了几天的账，有些眼酸背疼的。这里风光尚好，不如散散步，舒缓舒缓。咱们不妨边走边说吧。也好也好。这么大一片田园山林，成年累月的管着，
应该很辛苦吧？辛苦不敢说，倒也扔了一大半的心血在这庄子里头。官家将这庄子赏了过来，原本叔爷是想给小人再找别的差事，可小人在这庄子前后这许多年头，里外也有了情分，只想留在庄子里头效力。只怕耽误了吴总管的前程，惹人笑话呀。我那老叔爷与宫里的诸位内官都甚有交情，都说顾将军素来豪迈大方，大家伙都乐意与之结交。且顾将军是陛下面前红人，想来别人也不敢有什么言语。谁敢使唤元皇庄的管事儿啊？我若真留了你，不知外头人要怎么笑我们顾家没规矩呢？即便是顾家的亲长，姚力士来骂了，吴管事也不能卖身为奴，入我顾家的门呀。到底是与理不合的，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做什么呢？到庄子里来干什么？快说！你们不说什么？快说！说！大娘子，说！说不说？你回来了。佃户们说，听说有人打听田亩、山林、人口等事，以为是盗贼来踩点儿的，就给抓了。原来是误会一场。这原怪我。临来的时候，同我们家将军打了个赌，赌着山林里一共有多少棵树，这才派了2位账房乔装改扮，悄悄来查访。将军倒是好雅兴，知道的是大娘子好开玩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暗中查我们呢。吴管事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在这庄子里10几年，办事都办得老了去了，必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何必暗中查访呢？这话说起来就惭愧了。顾岩庄有50、60户佃农，如今还欠着庄上租子和债钱，钱账未清，小的不知如何交代，正想讨大娘子一个示下。总共欠了多少？佃农们历年拖欠的租子，估摸着约有2万两。另外，人吃五谷，总有个头疼脑热，佃农家里支领不开时，便要借钱，算起来也有1万3、5千两。这么多？别的也就罢了，还有好些上头贵人来这儿借的账目，零零散散加起来，也有1万3、4的样子。年前这庄子才赏赐下来，那些账目都是皇家大内的，和大娘子不相干的。大娘子别担心。哎呀，这可难办了。吴管事，可以帮我想想辙呀。大娘子放心，这些拉里拉杂的总能办妥当的，只要有小人在一日。皇帝哪是赏赐田庄呀？这不就是打发烂摊子吗？还捎带脚丢了一些蛀虫，无赖，大混蛋！
哎呀，是谁惹大娘子这么生气呀？这怎么这么多欠条啊？你不是这几天要去西郊大营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都操练完了，我不放心你，就回来看看。你陪嫁那些庄子，都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是你祖母给你精挑细选过的。这些个庄子啊，都是伐木而来的，肯定棘手。这也不是我家的产业。哎，两眼一抹黑就接过来了，这肯定一大堆事儿了。岂止是少不了事儿，那简直是事儿太多了。他们威胁我，明目张胆的威胁我。谁敢威胁我大娘子，我去打他，踢你出去。算了，你这军事繁忙，还要寻找昌哥的下落，够烦的了。小花子，你不是说只要里子不要面子了吗？你现在好，打肿个脸充胖子。告诉我，你官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那几个人我还能收拾得了？说吧。好吧，黑山庄的事儿不大，我自己会处置。可这古岩庄，那真是太可恶了。那个吴光，简直就是阴险毒辣的小人。抓了我派去暗访的人不说，还当面要挟我，说我要是不让他继续做这庄子里的管事儿的，他就把咱们庄子欠的债全部都抖了出去。还有，这不给我送来一箱子欠条。那他把账给你查了吗？哼，我前脚刚住下，后脚他就把这些榆林账目册子全都给我送过来了。我刚看了几眼，简直是一塌糊涂，没有一笔是清晰明目的，全部都是烂账，仗着自己和宫里的内官是亲戚，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弄权搜刮，他这庄子里的佃户们日子一定也不好过。哼哼，你看我做什么？你好看呀！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义愤填膺、张牙舞爪的样子。哎，这才是盛明兰呐！哎呀，我都气成什么样了，你还取笑我？哎呀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我，你自己收拾那烂摊子吧。大娘子莫生气，别为了这些小事气坏了身子。我明儿就去会会那个吴光，看看到底他有几斤几两。咱们俩本来是说好了，你主外，我主内，原是各司其职。你外头的事儿我帮不了你，难不成就那里头你也要管？那你娶我，可就亏了。你官人我最擅长去当这个恶人。况且这些黄庄的事儿不能算是家务事儿，应该算是国事。你可别是拿我寻开心的吧？谁拿你寻开心？我问你，当今天下最挣钱的买卖是什么？最好的行当是什么？这么算起来，应该是盐务、开矿、边贸、海运、漕运这5样。不过这些都是在朝廷手里把持的吧？那你觉得这些大宗的买卖都掌握在谁的手里呢？我也不知道是在谁的手里。不过应该不是在当今陛下的手里。当今天下，第一大的事儿是钱。现在有钱，但大都不在国库里边。第二，兵。虽然有兵，但可以调配、听指挥的也没多少。别看官将坐上了地位，很多话都说不通，连这些黄庄
他都不能插手。你想想，吴光这些小人都能在你面前耀武扬威，这还能算是家事吗？既然是国事，你就别操这心了，让官人我来管吧。你累了一天了，去沐浴更衣吧。我出了一身汗，是不是都臭了？洗了睡才舒服。走走走。好，大娘子亲自服侍你。好啊。哎呦，太烫了，加点凉水。泡子就是越烫越好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受伤了？啊？没有啊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啊，你说那个啊？不是，今天教场练兵的时候有人误伤了，我帮着一块抬人来着，身上就沾上血了，不是我的血。你相公我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你可别这么说，万一呢？万一你要是有什么好歹的，那我下半辈子不是还指望你呢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手指头都差点碰到阎王爷了，他都没能把我收走。你说还能有什么玩意？是这次吗？问你呢，是这次吗？这种事儿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哎，干嘛？穿衣服干什么？不洗了？不洗了。这里边都没有封好，免得着凉了。回府里再洗吧。娘子，这么心疼你官人呢？着凉了会生病的。这将军府偌大的产业，都是你搏命拿回来的，我会替你好好守着。哎，娘子，我在岭南的时候，听说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妇人，她丈夫出去偷情，让她知道了，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愤怒，于是，她就在她家院子里边摘了一种草叶，每天做饭的时候下在她丈夫的汤药里面，她丈夫喝着，半年就身亡了。郎中从她的尸体里又查不出毒来，知道吗？这是一种特别的草药，叫做回春，杀人于无形。你别跟我说了，这故事一点都不好听，怪吓人的。我以后也去偷情，你就可以拿这种回春毒死你官人我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我要你的命干什么呀？我就想把我的命放在你手别！里。你可别这么对我，怪吓人的。将军有礼。不知将军这么早叫小人们来，所谓何事？倒也没什么大事，
昨日我家娘子过来查账，我账目混乱，难以理清。回了家，她就着急上火，生了场小病。我不得不来帮她管管这古元庄的事儿。将军恕罪。这几年年景不太好，欠收便要举债，有了亏空，小人也是无奈。是吗？吴管事如此体恤佃户，也是他们的福分。前几日我娘子去黑山庄查账，赏给当地的佃户们1人1贯钱。我觉着也不能厚此薄彼，你把他们都叫来，按人头领赏吧。小人替佃户们谢将军赏。不过，这庄子地大人稀，挨门挨户的叫，难免耽搁许多功夫。还是将钱交给管事和庄头们，让他们代为分发的好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让人把他们叫过来。快点，快点，走死点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！领将军，佃户家附近都有打手和看守，已经全部被我们收拾掉。今日啊，我把你们叫过来，一个是领赏，还有一个我要问问你，这10几年来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遭庄头和管事的盘剥和虐待啊？不用怕，你们尽管说。陛下已经把古岩庄赏赐给我了，今后我就是这里的东家，管事的全部会换人，你们手里的田契和饭碗都在我手上，今后只需听我吩咐，别的不用管。说吧。将军救命！我们这边的田租比别的黄庄高出2、3成啊！吴管事，他还奴役我们给他干私活，逢年过节锁钱要人，不定找出什么由头，他就加租啊！是啊，还有几个庄头极为好色，已经糟蹋了好几家的女儿，连我媳妇儿也不放过。因为俗钱太重，就算是丰年也没有什么余粮，老人舍不得吃，生生饿死的都有。将军，数九寒冬啊，我们全家无履无柴，没有柴，只有几件破衣服，御体御寒。那真是你穿了我就不能下床，我穿了你就不能出门。去年我的孙子饥寒交迫，饿死冻死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将军，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天天要下地去干活。我都咳出一身的痰，一身的血，也要下地去干活。脚都冻烂了，也得下地。家里的孩子冻得饿的，在家里撕心裂肺的哭啊！我们还得去干活。我们大伙想要申辩，可能无长势的，上面跟衙门透着气儿，下面又有打手，把我们看得死死的，压根儿都出不去这村子。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大伙儿怕是要死这儿了。是啊，将军，救命啊，将军！还能救救我们吗？石头，通判和书吏到了没？到了，就在一旁候着。把他们叫到跟前来。是。将军，通判到了。将军，吴管事，
要不要去这些佃户家里面一个个查查，免得他们夸大其词啊？将军，可别忘了，这个庄子还有一大批借款尚未收回。便是把我们几个押到有司衙门，告倒了，传出去可是丢了皇家的脸面。这话是你说的吗？只怕是你宫里那位老叔爷说的吧？他一个贪污纳贿的内官，还要什么脸面？今日请二位来是做一个见证。古岩庄的账是一笔烂账，我是个爽快人，不愿意在污泥烂沟里搅和，更不愿意与臭鱼烂虾们争食儿。既然是一笔烂账，便一把火烧了。他们欠的所有的钱，一笔勾销。几万两银子，我出。这里的管事，换人。谢谢将军救命！谢谢将军了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了。白仲卿，吴光那个罪魁祸首，不但不能将他治罪，还要给他一大笔钱打发他走。我想想我就生气。欠款我自己可以出资抹平，皇家的面子也得保。吴光这伙人在此彷徨了10几年，树大根深。这一查起来牵连甚广，还不到政治这些小贼的时候。事情总有个轻重吧。这我都懂，就是心里生气。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还能逍遥法外、平安无事，这不公平。平安无事。只怕我见他。既平息了风波，又不落埋怨。古岩庄这事，你们算办得漂亮。那几个黑心庄头，听说拿了遣散的银钱以后，离开不久就遭了强盗，还被打断了腿，下半辈子算是废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那吴光等人作恶多端，这都是老天爷的报应。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呢。其实我也有点怕，我也怕他总在风口浪尖上晃的。这次巡了田庄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咱们这位新官家虽贵为天子，也有许多难处呢。官家的难处，我不晓得。倒是你爹爹，确实有了难处。近日为了给长风议亲，他和大娘子之间没少拌嘴。怎么了？大娘子呢，想随便捡一家，
你爹爹呢，还是要精挑细选的。长风呢，嫌义亲的姑娘不够貌美，相亲的时候低着头，就是不肯点头，且有的闹呢。不如你今日早些回去，等他们闹腾完了，你再回来多陪陪我。据老夫听到的，他手下的庄子里弄出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吃了暗亏？顾家隐而不发，只是把黄庄里的管事的黑心账给抖了出来。皇帝这会儿心里边呀，不知道得多痛快。将来呀，裁减人手，安插心腹，也就有了由头了。皇帝的心腹中啊，也只有顾二手头是宽裕的，收拾这个局面。皇帝是想好了的。顾二这一心为大局设计的做派，皇帝心中自然有数。跟着皇帝从前底一起出来的心腹里呀，顶属他最聪明，身出侯府，文武双全。怕是将来不好对付呀。没用的家伙，让你们让奴才干什么事啊？我的永儿可是天子血脉，金枝玉叶，你们就搞这些不顶用的吃食来敷衍他，连口奶都吃不上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娘家没人？为这一点事儿，也值得这么闹？刘贵妃所生的皇子啊，前世有3个乳母，如今去了2个，就剩下1个。对此，刘贵妃是愤愤不平，闹腾好几天了。这皇帝呀，也真是不知轻重，裁撤其他人的用武也就罢了。皇子还年幼，该后代还得后代，毕竟是硬推上皇位的。嘱咐了他多少次，遵循先帝的旧政，就是不听。现在连身边的人也跟着鸡飞狗跳。陛下并没有下令裁撤咱们园子里的，想必对娘娘您还是有孝心的。算了吧，大事不听话，小事献殷勤，我也不领他这个小心。要裁就都裁了吧。你们几个来宫里多久了？6年多了。现在这天儿也暖和了，猫儿狗儿的也匹配了，也该替你们想想今后的去处了。若是平日我就让你画了，今日可是开春以来第一次记录谢恩，可马虎不得。眼看时辰不早了，你再给我这么画，画坏了我还得重新梳洗。怕什么？当今皇后娘娘最温和善良。当初我在禹州的时候，嘴一馋就去她那吃东西。她知道你是我娘子，定不会苛求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可不能像从前那般无拘无束。那要不我陪你去？那多没规矩啊，多不好。幸好有沈家姐姐同我一起去，有她领着也算是熟门熟路。我到了宫里，我就尽量少说话，多磕头就是了。
别的一概不问，一概不提。装傻？装傻我是老手。小狐狸崽子又要照羔羊。不是小狐狸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姐姐啊，是最和善不过的人了。我小时候经常弄丢鞋子、弄脏衣服，她都从来没有怪过我。你这么温婉漂亮，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只进过皇城一次，那次很吓人。这有什么的？你看，我们刚从宇宙来没有多久，这皇宫里的规矩，你比我还清楚。可是我现在姐姐是皇后，你们是孤儿哥哥的娘子，谁敢说什么？别怕了。你看，你们家孤儿哥跟着你呢，肯定是怕你怯场。但是我们家那位可就没这么体贴了。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原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那你好还不行啊？我们家那位要是这样，我做梦都要小心。我是怕日后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。报答？这夫妇本为一体，有什么好报答的？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手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可偷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钻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猎人，却道海